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说那天这个基金这个神啊，就是以基金式的占谈方式呢，就是分了6个这个小课班，其中就是第5个以上的是前面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以这个摧毁塌方货轮的这个以摧毁塌方货轮而赞颂啊，就是以占谈。第六个小课班是这样的，那么丁尼神父塌方木，扎帕叫扎帕金会地火轮，由去作神主亚佛神燃火焰烈火焰。那么这个就是21度目当中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叫做这个神佛塔风木啊，就也叫做呢就是灭地这个度目，就是灭地啊，就是灭原地的这个度目，就是也这样的。那么这个度目呢，它这里就是定义就是胜过就是一切塌方，就是原地也好，就是魔种也好，还有呢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违愿障碍呢，就是通过度母的这种慈悲心和威力呢，完全可以这个胜负。他这个胜负的手段呢，一般来讲，就是对一些愚昧无知的众生的话，那就是用慈悲心呢，就是进行这个调伏。如果一些刚强难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特别就是难以这个调化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他有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梦里的这种现象啊，就杜牧呢，就是在课里面也是念诵这个扎达帕的啊，就是来这个摧毁就是地方所变化出来的一切的这种迷惑别人的这个论啊，迷惑别人的这个武器啊，就是全部都会予以这个摧毁的。因为在这里扎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它是进出这个轮回的一种这个咒语，然后判呢就是它是也是就是获得这个清净涅槃的这个咒语，也就是说呢这个扎是指的这个慈悲心无缘悲心的本体，然后判呢就是无缘智慧的本体。那么智慧和悲心就是双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无不让这个胜过的，应该说是让胜过世界的一切的这种违缘啊，就是障碍啊，就是这些。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杜牧的这种这个平时的一些这个观修当中的话呢，就是这2个种子手啊，来这个牵出就是地方的各种这个邪心。同时，这个杜牧呢，因为它这个杜牧呢，就是也有这个蓝色的，就是还有这个稍微那个对，是蓝色的这个杜牧啊，就是它这个蓝色的杜牧的话呢，就是它整个做事呢，就是由曲作声啊，是压住这个一切外地。还有呢，就是它是在这个熊熊烈火的火焰当中啊，就是火焰当中，就是虽然它的这个声响是寂静的，但是呢，为了就是摧毁就是地局呢，为了就是摧毁就是实践当中的各种，比如说这个冰雹啊、战乱啊、瘟疫啊等等，就是种种这个逆缘呢，就是依靠这个杜牧的这种猛火就可以这个烧坏就烧坏。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就是可怕的一些这个违愿就是障碍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这个观想这个杜牧啊，就是观想杜牧的话呢，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好的就是你如果能全部的声响就是能观呢，就是当然是很好的。如果全部的声响不能观的话，那就是其中的就是一个绿杜牧，或者是包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神符塔风样目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书音就是跟前面一样的，就是这个有书是这个绅士书音，然后这个作书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个什么宝剑啊，就是有这个宝剑。在这个曼塔罗花上面呢，有这个宝剑，就是这种宝剑呢，就是断除对方的一切这个无名邪见的命根啊，就无名邪见的命根。那么他就是处在这样的这种烈火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外面的这些障碍呢，就是可以这个牵除，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实践当中的有一时候的一些就出现的障碍啊，就这些都是依靠它来就是牵除的。以前印度有一个城市里面就是有500个这个比丘和比丘尼，然后他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后来就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外魔的这个干扰
啊，就是外貌的捣乱。捣乱以后呢，就是很多这个圣人呢，就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疯狂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做梦的一些这个言论啊等等，就是出现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其中有一个老比丘，老比丘呢，就是他想起了他的这个上师的一些话，上师呢，就是说是每次都是遇到就是一些危远痛苦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观修这个度母啊，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依靠这个上师的窍诀去修，结果呢，就是他祈祷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出现了就是度母，然后呢，就是他按照这个上面的窍诀呢，就是整个这个森林当中呢，就是挂了很多的这个度母像，结果这些魔猿呢，违缘的话呢，就是他们看到那个就是整个这个森林的时候呢，就是都没有看到真实的人，就是都是度母像，就是说没办法这个危害啊，就没有办法危害。因此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修行还是经常就是遇到一些这个违缘和障碍的。说实话，就是个人的这个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有一些不平的时候呢，祈祷度母是的确是它是最这个灵的，就是最快的啊，就是最快速的一种这个加持法啊，就这一点呢，我们以前就是可能极个别的道友呢，就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法门就是不是特别这个清楚，但是你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先应该对它升起信心，就是升起信心以后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这个祈祷就是可以这个祈祷在这样呢我想以后应该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呢，就是都可以大家就是这个修行我们藏地有很多就这样的这个公案，就是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这个拉萨那个大昭寺大昭寺里面的是以前那个。也是有特别就是好的一个杜牧这个就壁画就是这个壁画呢就是跟这个很多大的包括这个贴金包括这个供养还有他们在那个这个祈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出现很多很多的瑞相就是出现瑞相就比较多的就这尊杜牧的话，听说那个就是八思巴呢就是在这里这个供养，就是当时呢他去供养的哈达就是放在这个下面，放在下面的时候呢，那么杜牧这个亲身就是说话，就是说是你最好把这个哈达呢，就是直接就是供上来，就不要放在地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就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可靠的这个历史。所以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不承认的话呢包括这个汉地也是出现的真实呢，就是到最后就谁都不承认了今天我们这里这个听课也好，或者是曾经我们做过的这些事情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完全成了一个历史。那这个历史也是我们就否认的话呢，就是实在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我们这个汉地这边好像杜牧这边的这种故事呢不是特别多的，就是因为像那个。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就是刚开始杜牧呢，就是在台湾和那些地方呢，就是弘扬的比较早，所以在那些地方的话呢，还是就是公案是相当多的，就是尤其是像台湾的话呢，包括这个高雄台北就是很多地方呢，就是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就是修杜牧，就是因为他们公案相当多，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10年了，然后呢就是念杜牧以后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就是有这个好转了，有些呢就是这个工厂已经这个破产了，就是破产以后呢，也是依靠这个杜牧的加持，就是后来呢就是慢慢就是找到很好的这个路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现象呢非常多的，这不是完全的一种这个故事。如果全是故事的话呢，可能我们极个别人呢这是以前的这种说法而已。现在到底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杜牧法门呢？就是已经这个过期了，或者是现在就是会不会不灵呢？就是绝对不会有的